好，观众朋友，今天在军事上面的消息，我们赶快来关心，在歼十现在全球狂销百架，为什么这么的受欢迎呢？等一下，我们就军事上面一起来做比较细节的一个解读。南亚的天空现在确实再度画出了来自于大陆战机的一个身影。尤其大家还记得吗？今年5月份当时的印巴空战因为巴基斯坦的空军它靠着大陆的歼十 C 成功击落了印度的战机之外，还包括了法国的标风，让歼十 C 现在是一战成名了。所以呢，大陆的这个歼十 C 就开始不断的外销。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已经印尼的方面呢确定要下单了，买的是42架的歼十 C， 那成为第4个在全球引进歼十 C 的国家。埃及现在也传出要来做购买，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前4名购买歼十 C 最多的国家，首先第1名就是巴基斯坦72架，乌兹别克24架，那么孟加拉12架，跟印尼的42架。印尼之所以我们今天拿出来特别解读，就是因为它是首次的采购来自于非西方的主力战机，也象征大陆正式的打破来自美欧在东南亚的军武上面的封锁。到底为什么大陆的歼十 C 能够受到这么多国家的注意？先进战机现在已经追上欧美的国家，还是因为它的 CP 值真的比较高？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歼十 C， 因为它有3大优势，还会抢得这个东南亚的市场，将来可能还会抢到这个中东地区，甚至北非，甚至可以推到南美洲这个市场。那哪3个？第一个，我认为价格优势，它现在的价格大概60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一架，你看你相当的配备。这个你要用哪样子的相位阵列雷达，发动机你要不要多%多少的备份等等相关的，要不要这些行价测单，要不要买？这个决定它的价格。大概一架，如果是专任阳春，大概6000万美元。那其他的你要加相关配备是8000万美元。但是跟西方国家不管标风战机或 F16来看，便宜多了。你 F16一架就是1亿美元，你一看就知道就是贵了。那标风战机一架1亿5000万美元，你要不要？因为它是第4.5代了，所以相关来看它有价格优势。第二个，它有这个实战的优势，因为实战就验证了，在5月7号，今年5月7号印巴空战，它就验证出来。这个你看看它打得好不好？打得可以吧？你可以把4.5代战机的标风战机干掉，行不行？人家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很铁证的一个例子。那有实战的优势，大家就会来做采购。这歼十 C 的现在要卖到印尼去了，可能是东南亚国家第1个拿到，那可能就是印尼。那第3个优势在哪里？第3个优势就是人体工学跟座舱资源管理的优势。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最红牌的81飞行表演队就是用歼十 C， 它在2009年到2023年用的是歼十 A， 到2023年前年开始换歼十 C。为什么一直用歼十系列呢？因为它稳定。你要做这个特技飞行各种总共有18到36套这种空中这个立体的科目，那你用歼十 C 表示你要稳定了，你不稳定，你要做这种编队特技飞行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整个8飞行表内有多少架歼十 C？11架，这11架最的平常编队是11架在编队那这个大编队这边在空中做立体科目的拉伸你的稳定度还有安全度要非常稳定才可以不然在空中撞在一起还得了？而且它的距离那么近，又不是平面飞行，是立体飞行所以看那它的表示它稳定度可靠都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很容易来飞行训练，你很容易飞行训练，大家很容易进入状况，不会说太高难度太高，系统好复杂，没有做一个很好的整合，然后我这样来训练就没办法发挥飞机的性能。它有这方面的优势，就是它的人体工学跟座舱资源管理，它已经考虑到面面俱到了，才会让它的安全系数做提高，然后这样做外销，别人买家也会看他会做很多的这种机型的比较，不管是价格、性能各方面，还有安全性都会做考量，可能那就是印尼也就要下单了。那印尼下单在地缘战略上会做一个突破点。那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会不会看到？因为印尼也买歼十 C， 其他国家也会不会请而就是效尤来也下订单呢？我认为不无这样的可能因为有地缘之力。那既然印尼释出了，美国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态度是如何，其他国家也会来这边学。那换句话说，歼十 C 的这个市场，我看还不止于印尼，可能还有扩张效应。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印尼的购买歼10C，刚刚张将军帮我们就这个战力，这个歼10C具体的战力来做一个比较细节的分析。那政治上面做一个政治上面的分析，尤其在地缘政治下，接下来也代表说大陆跟东南亚的国家的关系发展越来越好吗？那也代表说东南亚正式的突破来自于这个北欧国家的封锁吗？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杨老师来特别帮我们做解读。先来看到几个重要人物的说话，尤其是在印尼确定要买歼10C之后，印尼的国防部长就说了，很快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加达的上空就会有歼10C在做飞行了。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也认为说，印尼终于走出了一个自主独立的一个重要示范，这是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大的一步。那尤其呢，包括了美媒的专家也说了，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代表东南亚弃美潮正式开启。杨老师怎么看？印尼其实在去年2024年11月的珠海航空展的时候，他的国防部长就已经是对歼10C表示高度的兴趣，因为印尼到目前为止正处于要更替他过去长久使用的F-16，还有苏30。那可是在此之前，他已经确定下单买了法国的标风，还有呢这个土耳其的可汗。那可汗事实上根本还没有飞这个测试过，他就买单了。我觉得真正这一次印尼买歼10C的重要的意涵，倒不是只是在中国大陆的军武进入到主要的国家，而是这些国家开始在脱美自主。过去只有西方的系统可以买，尤其是美国的。对。可是美国，你看看在整个加沙战争，尤其是让以色列去打这个卡达，那使得整个中东地区事实上是非常的紧张。那所有的穆斯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美国保持距离。那现在来看到呢，在今年5月的印巴空战当中，印尼的副国防部长就公开的讲，这个歼10C在印巴空战得到实战的验证，因此呢，当然它的价值是这个可靠的。当然，印度很生气这个话，可是这是事实啊。所以真正的重点其实是在这一个转机，尤其是川普现在对全球的关税战以及他的战略收缩。战略收缩这很重要，因为他整个开始以国土防卫、本土防卫为主，而不再是在全球750个军事基地里面做全面性的安全承诺。所以各国当然要转换它的整个武器系统，因为这个武器系统不只是军武，它也是后勤、补给、训练、人力、设施全套，甚至将来跟中国有可能发展战略合作、共同演习这些东西出来。所以他前面特地还去买了法国跟土耳其，我觉得土耳其根本是赚到。他目标其实就是要买这个歼10C，可是呢，真正的目的不是要去靠向中国，而是要寻求一个脱美自主。因为中国并不要求别的国家说你不可以用美国的系统，你要用中国的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战略的意涵是多重的。好，东南亚国家这一次终于在买了中国大陆的歼10C，展现了脱美自主化的一个决心。接下来就看着其他的东协国家会不会也做类似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也来看到，现在呢，突然间有一个最新的数字哦，是来自于世界现代军机名录的一个最新排名。这个排名蛮有趣的，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这边正式宣布说，印度啊在空军上正式超越了大陆，成为全球第3大空军强权。那现在做了一个排名，第1名是美国，再来俄罗斯，接着印度则是才是中国。大家也在看说，到底为什么印度会超越中国呢？那这一篇报道也特别做了分析，说印度的空军进步的不只是它的数量而已，还有它的精准的打击能力，跟它的指挥、调度、协调、战略范围等等，已经从防御性的空军正式转向了区域制空主导者。真的是这样吗？聂老师怎么看？这个东西我看了以后呢，当然会有点质疑，但是你也不要说忽略它这个报道。我先讲一下，这个报道是从新闻周刊嘛 Newsweek 出来的，他用了一个公式叫 TVR 这个 rate， 他就比较用一些 criteria 丢进去，算出它的分数。全世界当然怎么算都是美国最强了，他从数量从各种他们自己这个不管他们先入为主想象的一些，他们认为的攻防的一些精准的一些这个分数都算很高，是242分，这样243。印度是61分，69分，而中国只有58分。所以呢，连那个海上的那个空地都算进去的话，前2名都是美国。如果只算空军的话，那如果全算的话，印度第6啊，中国第7。如果只算空军，当然就是
美苏俄嘛，然后再就是印中。但现在印中为什么追上呢？那答案就是刚刚讲，除了数量之外，那数量之外，这数量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印度他自己没有在生，他很想要自主制造。所以呢，他有去向那个俄国啊去做苏凯57，希望他帮他，而且苏凯卖的比较便宜，还协助他制造。这就是川普除了他买苏俄人员不爽，还买苏俄飞机不爽的很多原因。但美国也有卖这个印度飞机，所以他也向了法国买，所以他买的飞机是世界各国买，所以他配套真的各国的种类都有，各种军备都有。可是相反的，中国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制造。你接就是中国所出现的，不管接10、接15、接16，甚至未来的这个神飞接这个26接36神飞接这个接50，这个他们自己制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对岸的所有的战机，他们是刚刚讲到的实战出去接10，它也不过一个世代战，却能够这么的能够把标风打掉。我觉得是你有没有真的出去打仗，或者是你真正里面的配套的真正的精髓有没有被这个所谓的 Newsweek 去抓到的原因？所以我在想，因为它里面分析我稍看一下，他说。印度除了这个数量多以外，1716架之外，它的后勤还有现代化的攻防力都很强。那中国输在哪？训练不够好。那当然训练这个是看人看，再来就是近距离的支援能力，它尤其讲这空接的支援能力就差很多，还有轰炸机部队不够。好，那当然就扣了很多分。不过我讲所有东西啊，分数啊，真的不能表示一切。那我们就看看就好了。或许另外一家报道就会报道又不一样了。我们只能说 Newsweek 也是这样报道，就不要信以为真，就看看就好了。就像学校考试啊，今天出了一种题目，有一个人就考了第1名，另外考第2名。你真的去出去，你说这第2名的真的就比第1名的这个实力差，这不一定的。但是我必须说明，这个印度是非常的虎视眈眈，一直想要提升它军事实力，也想国防自主，这是绝对的。可是真的，中国已经做到国防自主，也就是中国呢是一种潜龙在海中，它的龙身也很长，它随时会跳跃更高。等到它一展现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秀妈手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再去报道会比较真实一点。好，多个国家都在秀这个国防自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还要讨论的就是南韩。南韩则是祭出了它的最新的飞弹哦，在年底前呢，它宣布呢，这个玄武5的飞弹，号称南韩版的东风26正式的部署了。这款飞弹的基本资料，带观众朋友也稍微看一下：长16公尺，重量36吨，弹头8吨，射程最多5500公里，可以摧毁包括了北韩的地下设施。如果换轻的弹头，可以将整个大陆都在射程范围之内。南韩防长是这样说的，他说15枚齐射威力是可以比较核武等级的，被称为是怪物飞弹。那现在比较敏感的事情是，包括了被大陆刚制裁的这间韩华集团，竟然传出得卖菲律宾这个反舰飞弹，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哈，它总共有这个18个轮子，代表这个飞弹的重量是很重的，所以它的弹头重达8吨哈。这个你知道8吨，我们以这个美国 GBU-57，就是上次 B-2 轰炸机去轰炸伊朗的钻地弹来讲的话，它的重量是13吨哈。但是由轰炸机高空投弹跟这个从太空重返的话，那重力加速度，我觉得它的效率来讲，绝对不会差这个 GBU-57太多。在这个 GBU-57可以打穿这个60公尺厚的一个钢筋水泥，所以我觉得这款导弹也应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造型就知道，它可以这个车子上随时机动哈，也就是说你不容易捕捉到它发射的位置，它可以从这个山洞里面开出来，也可以在任何它想要发射地点来发射，而且它是属于一种冷发射。什么叫冷发射呢？你看这种弹体就知道，它刚开始是用这个空气压缩把这个弹体弹出它这个弹坑以后，再点火，再开始这个升空啊，再做攻击。那这种冷发射方式，当然也就可以用在军舰上面，所以它也可以将这款导弹装在它的这种军舰上面。如果说是到黄海地区去，然后换上比较轻的弹头，它当8吨的弹头，8吨重的弹头来讲的话，它大概只能这个射程大概是800公里左右哈。如果换上比较轻一点的，就可以到达最远可以到达5500公里。但如果到5500公里，势必它的弹头重量可能大概是几百公斤，杀伤力就没有那么大了。那但是问题是说，它如果说在黄海地区发射，确实也可以攻击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可是你有这种武器，你可以打到中国，但是我不认为它会做这种动作。为什么呢？因为它现在最主要的加强威胁敌人。